枇杷果佢個皮咧淡黃色或者係橙黃色，所以咧佢又有黃金果之稱。另外咧，枇杷嘅前身都係寶，枇杷果、枇杷葉、枇杷花都可以入藥。另外咧，枇杷膏都好常見。咁點解有啲朋友自製枇杷膏效果又唔好咧？而且有啲止咳嘅中成藥仲會上癮，又係咩回事咧？大家好，我係自身。呢一期嘅影片咧，我哋嚟講講枇杷。本草經典《本草綱目》曾記載，枇杷能潤五臟、滋心肺，有潤肺止咳同埋和胃降力嘅功效。咁枇杷果嘅胡蘿蔔素嘅含量咧，喺各類水果中咧位居第三。咁胡蘿蔔素喺體內咧可以轉化為維生素 A， 維生素 A 咧係我們眼部咧保持健康嘅重要嘅營養成分。缺乏維生素 A 咧就會導致眼部近視、夜盲症、散光眼等等眼部疾病㗎。咁嚴重嘅話咧，甚至會造成視網膜脫落。所以咧，我哋經常食呢個枇杷咧，可以達到一個比較好嘅護眼效果。咁枇杷葉咧作為中藥嚟用咧，開始中醫嘅經典《名醫別錄》㗎。咁佢其記載咧，呢個枇杷葉咧味苦性平，入肺胃經嘅，有呢個清肺止咳、降烈止嘔嘅一個功效嘅。咁枇杷葉嘅上面係光亮嘅，下邊係密生絨毛嘅。我哋藥用嘅時候咧，應該咧去咗嗰啲絨毛，以免刺激我哋嘅咽喉，加重咳嗽嘅。另外咧，中醫認為咧，枇杷花味淡性平，歸肺經，佢有一個咧疏風止咳、通鼻竅嘅一個功效。咁民間咧就有將枇杷花泡飲、煲湯、熬粥，甚至係燉菜將佢作為一個食用枇杷花嘅一個傳統方式。咁枇杷核咧，佢都性苦味平，佢都有一個化痰止咳同埋咧疏肝理氣嘅功效嘅。咁臨床中咧，枇杷核咧佢可以單獨使用，但係咧枇杷核裏邊咧佢代謝之後咧可能會分解產生有毒嘅氫氰酸嘅。咁過量嘅使用咧可能會導致中毒嘅喎。咁有啲朋友又問：謝醫生啊，我哋平時食用呢個枇杷果咧係如何剝皮嘅咧？其實咧，好多人都覺得枇杷嘅皮咧好難剝嘅，所以咧下邊為大家介紹咧係剝枇杷皮嘅一個方法。咁第一種方法咧係割後再去皮，我哋先將呢個枇杷洗乾淨佢，我哋將我哋嘅指甲咧貼近咧呢個枇杷嘅外皮，從頭到尾咁梳一片。咁梳過個部位咧，佢嘅顏色就會變深。咁摸咗之後咧，手感就較為鬆弛。我哋再將整一個枇杷咧刮一片咗之後咧，我哋搣起呢個頭部嘅筋，再順勢搣起嗰啲枇杷皮，咁就可以快捉起呢個枇杷皮啦。咁第二種方法咧，就係將枇杷同埋小匙羹咧分別洗乾淨。我哋將個匙羹咧就緊靠住呢個枇杷，從頭到尾咧又係刮一片。咁整整就刮呢個枇杷一片之後咧，我哋搣起個頭部筋，再順勢剝起枇杷皮。都一樣可以去除呢個枇杷皮噶。有啲朋友問：謝醫生啊，自製嘅枇杷膏止咳效果唔好，咁枇杷同枇杷膏係咩關係咧？其實咧，有個咳嗽經歷嘅朋友咧，可能都會食過枇杷止咳糖漿或者係枇杷膏嘅。咁呢啲含有枇杷嘅止咳中成藥咧，都被唔少嘅朋友咧視為咧呢個止咳化痰嘅必備良藥。所以咧，有啲朋友咧佢會自製呢個枇杷膏，但係止咳效果又未必好。其實好多人都認為咧呢個枇杷膏咧就係用枇杷做嘅，呢係有典型嘅望文生義啦。實際唔係咁嘅。實際上咧，真正有止咳作用嘅枇杷膏嘅主要原料咧唔係枇杷嘅果實，而係咧枇杷嘅樹葉。所以咧呢係好多人咧服用咗自製嘅枇杷膏之後咧效果唔好嘅原因之一。喺歷代嘅古方之中咧，枇杷嘅果肉係好少入藥噶。咁提到呢度咧，可能有啲朋友心裏邊就有疑問啦。咁點解醫生開嘅枇杷膏又咁甜咧？其實咧呢種枇杷膏嘅甜唔係枇杷果肉嘅甜，而係加咗一啲蜂蜜或者係其他有甜味嘅中藥一齊炮製嘅。我哋中醫認為咧，枇杷葉咧係偏於止咳嘅，咁枇杷果咧係偏於潤肺止煩渴嘅。
而且咧，我哋枇杷葉咧仲有化痰嘅功效，所以大家經常會聽到止咳化痰呢兩個字係一齊講嘅。咁好多朋友咧，佢個咳嗽咧直至然咧，就係因為咧佢感覺到個呼吸道有痰液唔容易排出嚟。另外咧，真正嘅止咳枇杷膏嘅枇杷葉嘅炮製咧都係比較複雜嘅。我哋需要咧去除枇杷葉嘅絨毛，用水洗乾淨，然之後咧稍為潤下嘅切絲曬乾嘅。而且我哋密製嘅一啲枇杷葉咧係需要取枇杷葉絲加釀熟嘅蜂蜜同埋適當嘅開水攪拌，咁手悶咗一下咧，我哋就放喺嗰個鍋裏邊，用文火炒至唔粘手為度，咁攞咗出嚟放涼。咁由於做工嘅考究咧，係唔建議大家自己喺屋企裏邊做嘅。咁大家就知道自製枇杷膏效果唔好嘅原因就得啦。另外咧，我哋中醫咧講求辨證論治嘅，咁枇杷膏咧佢係要有明確嘅症型之後咧對症服用先有效果嘅。從中醫辨證論治嘅角度嚟睇，我哋川貝枇杷膏咧係適宜一啲陰虛燥熱型咳嗽、外感風熱或者係痰熱咳嗽，而我哋風寒咳嗽咧就要轉化為痰熱咳嗽或者係陰虛咳嗽先至可以使用噶。如果有啲朋友係有頭痛、流鼻涕或者係鼻塞、咽癢、咳嗽、發熱、惡寒等呢啲感冒症狀咧，建議都唔好盲目服用，應該及時去就醫，以免咧耽誤病情。另外咧，我哋中醫食療嘅經典徐適居飲食譜中講到，多食枇杷咧助濕心痰，脾虛或泄者咧拒之。而且好多人自製嘅枇杷膏咧，佢加入咗太多白糖或者係冰糖噶，食多咗唔利於健康，尤其係血糖高嘅朋友就更加唔適合服用啦。有啲朋友又問聽講用多咗止咳枇杷露咧佢會上癮，又係咩回事咧？其實呢係因為咧部分嘅止咳枇杷露咧作為一種非處方嘅中成藥咧，其中含有罂粟殼嘅。咁罂粟殼佢提取出嚟嘅生物鹼咧多屬於呢個阿片類藥物，比如大家熟悉嘅可待因，佢可以直接咧抑制我哋延腦咳嗽中樞嘅，進入我哋體內咧產生好似嗎啡咁樣嘅作用，即係強效嘅止痛止咳嘅。所以咧罂粟殼咧喺中醫嘅角度嚟講係經常用於止咳藥當中嘅，所以咧有啲非處方嘅中成藥止咳糖漿裏邊咧可能就含有一定量嘅罂粟殼成分啦。咁醫學個角度嚟講，我哋合理使用咧罂粟殼咧確實係有唔錯嘅鎮咳作用，但係咧一旦濫用咗之後咧，失去咗控制之後咧，罂粟殼咧佢唔好嘅一面咧就顯現咗出嚟啦。佢呢種藥物咧，佢長期咁作用於我哋軀體裏邊嘅阿片受體，佢就會產生一啲暫時嘅快感，隨之後咧就形成一啲生理或者係心理上面嘅依賴而成癮嘅，好似吸食鴉片咁一樣無法自拔噶。尤其係入某一啲攜帶特殊基因突變嘅人群裏邊咧，呢啲止咳藥裏邊含有嘅可待因咧，會以非常快嘅速度咧轉化為嗎啡，咁血液中嘅嗎啡濃度咧迅速上升咧，就會危及生命，甚至係導致死亡噶。另外咧，由於兒童同埋青少年佢嘅肝酶系統咧都未有發育完全嘅，我哋長期咧或者係大劑量咁使用呢啲含罂粟殼嘅藥物咧，好容易受到傷害噶。所以家長咧千祈唔好擅自俾細路仔用。咁我哋孕婦或者係哺乳期嘅婦女都應該禁用呢啲罂粟殼，因為咧呢啲藥物成分咧可能會通過我哋臍帶或者係乳汁對胎兒或者係嬰幼兒造成影響噶。所以咧，即使係止咳嘅中成藥比較常見，都唔建議大家自行使用，記得要諮詢醫生，留意好成分表。多謝大家。